6大入侵中国但被中国人吃到灭绝的外国物种都有哪些？很多想祸害我国的物种，但还是没能逃过中国吃货的嘴。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哪些入侵物种被中国人吃灭绝了。全程高能，切勿眨眼。1. 牛蛙。据数据统计，光是2018年，中国人一天就能吃掉300万斤牛蛙，尤其是长沙、武汉、广州、重庆等地，那都是牛蛙爱好者的天堂。干锅牛蛙、酸汤牛蛙、牛蛙烧烤、牛蛙火锅，不夸张，老黑看到这些名字就已经流口水了。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在中国霸占美食榜的牛蛙其实还是外国佬，他们叫做非洲牛蛙。1959年才来到中国，因为体型巨大，体重能够达到4斤，在国外是横行霸道，捕杀昆虫、爬行动物，甚至还有小鸟，把外国人愁死了。到了中国之后也嚣张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很快中国人发现他们居然全身都是宝，肉质鲜美不说，蛋白质含量还极高，甚至皮肤还能当药，于是没几年就被吃到供不应求。然后中国人就开始自己养殖，还因此成为了牛蛙出口大国。2. 罗非鱼。长得跟鲫鱼一样，所以他们在我国也被叫做非洲鲫鱼，原本生活在非洲坦噶尼卡湖。1978年被引进到我国，没想到一下就霸占了我国水域，尤其是南方淡水区域，导致本地鱼的生存空间被减少。为了保护好本地鱼，于是本地人出马了，发现罗非鱼的肉质简直不要太鲜美，就这样在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罗非鱼养殖国了。不过除了这些，还有你更加意想不到的入侵物种在后面。6种入侵到中国被吃到灭绝的物种。3. 小龙虾。你没看错，就是在我国被称之为夜宵之王的小龙虾。中国人一年能吃掉上百万吨小龙虾，光是长沙一年就能吃掉数十万吨，长沙人一天能吃掉60万斤小龙虾。另外还有武汉、成都、上海等地也是小龙虾的代表地。但其实小龙虾是来自美国的物种，他们先去了日本，然后在1929年来到了我国。一开始中国人引进小龙虾是打算把它们喂食给牛蛙当饲料，所以最先投放在南京的牛蛙养殖地。没想到他们太强悍了，不仅破坏了牛蛙养殖地，还因为大量繁殖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。但最开始中国人也没想着要吃它们，直到1960年我国爆发了一场自然灾害，很多中国老百姓吃不饱饭，于是一些老百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小龙虾煮着吃了，没想到这一吃就上瘾了，小龙虾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麻辣小龙虾、蒜香小龙虾、清蒸小龙虾等等。那么你爱吃小龙虾吗？4. 埃及唐狮。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很陌生？但那都是他们的外国名，在国内他们就是胡子捻，是1981年从非洲引进到我国的物种。原本是生活在非洲尼罗河水域的埃及唐狮有着超强的生存能力，靠着锋利的牙齿猎杀其他的鱼类，而且不挑生存环境，就算是下水道、粪水池也都能够活下来。到了中国之后，最先投放到了广东地区，结果一下子就泛滥了，破坏了我国的生态平衡。于是中国吃货出马了，把它们做成糖醋的、烧烤的、麻辣的，换着口味吃到他们怀疑余生。那么除了这2个，中国人还吃了哪些入侵物种呢？被中国人吃到灭绝的外国入侵物种。5. 生蚝。被称为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，生蚝绝对是中国老百姓最爱吃的海鲜之一，也是吃夜宵的必点的烧烤之一。虽然我国的海鲜很丰富，但生蚝的老家其实是丹麦。如果去过丹麦，就能在那边的海滩上看到成片成片的生蚝，已经泛滥到了不得了的地步，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。在1979年，生蚝被引进到了我国，很快就被中国人发现了它的美味之处，而且还含有各种营养成分，不管是生吃还是熟吃都极具风味。而且有媒体报道过，中国人有超过1000种方法来吃生蚝，炭烤生蚝、蚝仔烙、蒜蓉生蚝、铁板生蚝等等，所以中国人一年能吃掉数亿只生蚝，尤其是在我国广东那边，是全国吃生蚝战斗力最强的地区。别说在我国泛滥了，都不够中国人吃的。现在中国人都自己养殖了，而丹麦那边生蚝还是泛滥成灾，丹麦官方甚至喊话过中国人去帮帮他们。你爱吃生蚝吗？6. 贻贝。相信很多人没少看吃播吃贻贝的视频，就算是不加任何调料，光是水煮贻贝就嘎嘎香。但事实是，贻贝可是来自黑海，繁殖速度极快。后来他们附在一些船只上，去到了世界各地，在很多国家造成了泛滥。但是到了我国之后，被渔民们一捕捞，现在他们已经被做成了葱香贻贝、酒煮贻贝、奶油贻贝，泛滥的速度也比不上中国人吃的速度，得靠人工养殖才够中国人吃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